爹爹，到底什么时候和夫子成亲啊？这样我们就是一家人了。娘亲总爱操心我们，夫子比娘亲温柔，我们更喜欢夫子陪着。再过几天，我去讨一道旨意，让兰儿名正言顺入府，别受委屈。爹爹真好！淑敏，你可想好了？那2个孩子可是你怀胎10月，在鬼门关走了一遭才生下来的骨肉啊！你真能就这样割舍吗？姑母，他们是崔家的血脉，崔顺会安置好他们的，我只求和离。想当年崔顺不过是个寒门进士，你却在王公子弟堆里独独挑中了他。如今他借着你的东风成了当朝首辅，你反而要和离了。这世上事情如此多变。姑母，可我从未变过。我魏淑敏当年嫁他，不求夫君名利双收，不求他位极人臣，但求一生一代一双人，一心一意。可他呢？他违背誓言，将我的尊严踩在脚下。你的请求，哀家准了。和离的旨意，哀家这几日便会亲自下达。你先回去好好准备准备，跟崔家做个彻底的割舍吧。宝儿，小心！娘亲，你怎么来了？我在生火呢，你别来添乱。你们是怎么做事的？少爷和小姐才6岁不到，就看着他们在厨房胡闹。母亲，我和宝儿想亲手为兰夫只做个寿桃面点，作为生辰礼物。母亲何必一回来就动怒呢？记得我上半年的生辰，他们不过是说了几句祝语，从未提过生辰礼这回事。看好他们。既然母亲回来了，您的手艺是最好的，可以帮我们给夫子做礼物吗？我从前没有当母亲时，也是十指不沾阳春水，直到3年前，董兰姨作为女夫子进了府。小姐，天还没亮呢，您又何苦？这些事本该奴婢们做的。可别让孩子课上饿着冷着，这件大氅厚实些，宝儿怕冷。母亲还有正事，你们喊上厨娘帮忙吧。小何，交给你的事办妥了吗？夫人的嫁妆分成了3份，1份是在我这里保管着，另外2份是给了大少爷和大小姐。崔孙虽是寒门狮子，可我家也没看轻他。10里红妆，81台嫁妆，谁看了不说魏国公府嫁女有排场？如今7年过去，这份嫁妆虽消耗了点，但依旧够崔家用上3辈子。你照寻常公侯人家子女的私产份例，将契哥哥和宝姐那里多出来的列给我，我准备收回来。从前我陪嫁的仆人少说也有100人，你数好卖身契，问问可有愿意跟我走的。夫人，这时候突然清点家产，是有打算了吗？我要离开这里，去外面见见大好河山，看看辽阔天地。不论小姐要去哪里，我会永远陪着小姐。我在春风楼给你带了点心。这不过是他中午携儿女和董兰姨用膳时席上打包的一道没动的剩菜罢了。路上被同僚耽搁，恐怕是冷了些。你若不想吃，就倒了吧。既然夫君也说冷了，那小何拿去倒了吧。你今日去见太后了，怎么不让我陪你去？夫君带契哥哥和宝洁儿出去玩了，我就抽空去陪姑母聊聊天。2个孩子也都不小了，你事事亲力亲为，我是怕你也劳累了。不过还好他们很喜欢夫子。我还有正事处理。母亲今日没陪我们吃饭，反倒急着清点东西。你还小，即便是这些，也比旁人多得多了。
要好好保管。这些东西我用不上，母亲拿回去便是。这本是娘亲亲手送我的心意，怎么如今又要收回去？崔宝儿是我的第2个孩子，我怀着她时遇到流民作乱，也是那时伤了身子，才为她取名宝儿。小何，先核对单子吧。夫人，都好了，就是老夫人留给你的红血凤镯，你给了大小姐，竟然没瞧见。你给谁了？那是你外祖母的东西。说，大小姐把红血凤镯给谁了？回夫人的话，大小姐说蓝夫子戴着好看，就送给董姑娘了。母亲，你去哪里？董姑娘，小孩不懂事，大人总不该眼拙吧？那是王母遗物，还请物归原主。这是宝儿姐送我的礼物，夫人来讨要，算怎么回事？董姑娘，世上宝物皆有出处，以你的微末出身，你敢带着这镯子抛头露面吗？你以为我不知道你的底细？你原是官家小姐不假，但全族犯事落难，皆被没入奴籍，是崔宋将你捞了出来，养在这后院之中。你一个罪奴之身，哪里敢穿金戴银出门招摇过市？董姑娘，物归原主吧。爹爹快来，娘亲和师傅撞到河里了！来也！淑敏，你如何了？蓝夫子说他正要把镯子还给你，拉扯间不小心掉进河里，镯子也碎了。这事你也有不妥之处。我先回去休息了，小何，照顾好夫人。夫人，大人这几日亲自照料，昼夜不分，倒是用心了。约莫是因为没有救我，心里愧疚罢了。奴仆生气都数好了吗？这几年还在府里的，共有79人，都是效忠于老东家的。母亲，您终于醒了。娘亲，我再也不和你吵架了。大少爷、大小姐，都下去吧，夫人还要休息。淑敏，那日我下水救了董兰溪，众人都看见了，我决定给他个名分。你进来摆脸色给谁看？要怪就怪自己，好端端怎么动起孩子的嫁妆？你要做什么？那他今后就不是夫子了，对吗？往后他入府同住，你不必为难他，各自安好即可。既然要做妾，就是自己人了。从前的数虚我算了他双倍，便还1半给我吧，也就几千两银子。去拿银票。好，魏淑敏，我即刻求旨，让兰姨正式入府，往后不再受委屈。小何，你现在就拿着银票，去找伢子买个雅致的宅子。是，小姐。今日叫各位掌柜来，不为别的，从今天起，我要把所有铺子的管理权全数收回。以后无论是进项还是亏空，各位直接向我汇报。姑娘是说要收回铺子了，那可真是太好了。我们在姑娘手下时，生意倒是更好些。这是东家的那位蓝夫子在我们这里赊了不少账，崔大人的意思是，就算了。董兰姨竟然赊了1000多两的账，简直是把这个铺子当成她的庄匣了。崔宋说的皆不作数，全都记下，到了日子去找他还钱。那太好了，有了姑娘这句话，小人必定把这账讨得明明白白。你将那几个铺子都收回了，你这是做什么？要和我分家了吗？魏淑敏，你还是如此擅独跋扈，
我不过要纳妾，你就风风雨雨闹得家宅不宁。蓝夫子尝尝这个。过来吃饭，你清高什么？母亲，父亲要让蓝夫子入府，往后我们一家人好好过日子。娘亲别生气了，坐下一起吃饭吧，往后大家都好好的。圣旨到，崔宋及卫士速速接旨。太好了，肯定是我给陛下的请旨到了。蓝夫子要名正言顺的当我们的娘亲了。父亲，夫子，我们快出去接旨吧。是崔雄的请旨，还是姑母的旨意，还说不定呢。崔雄接旨。自即日起，卫士舒敏与崔宋解除婚契，所还聘礼嫁妆依礼清点交割，不得滋扰。此后男婚女嫁各不相干。什么？合理？太后懿旨，并圣上口谕：魏国公府之女卫氏舒敏，性情温良，端庄淑德。今查崔府家宅不宁，崔庶宠妾灭妻，实非良配。自即日起，卫士舒敏与崔宋解除婚契，所还聘礼嫁妆依礼清点交割，不得滋扰。此后男婚女嫁各不相干。不可能，这不可能！我求的是贵妾的恩旨，怎么会是合理？怎么会？臣女魏淑敏叩谢太后娘娘隆恩，叩谢陛下隆恩。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崔寿，难道你要抗旨不遵吗？微臣崔寿接旨叩谢天恩。怎么会是要我们和离？太后怎么能下这样的旨意？这不合规矩，这不合组织。魏淑敏，是你，一定是你暗中求了太后。你这个毒妇，你竟然敢背着我做出这种事！放肆！太后娘娘的懿旨也是你能妄议的。你若是对这圣旨有半点不满，大可进宫去向太后娘娘当面陈情。哼！崔家的两位小主子也别愣着了，都磕个头谢个恩吧。公公，契哥儿和宝梅儿也要接这道旨意吗？他们可是我的亲生骨肉。淑敏，儿女是你亲生身上掉下去的肉啊！就算是我们和离，他们也还是你的孩子。你难道真忍心让他们卷进这种事里？崔大人，您误会了。太后娘娘和陛下都听说了，崔府的两位小主子平日里极有主意，连谁做嫡母谁做庶母都能分得清清楚楚。所以太后特意指明，这道旨意必须也要两位小主子亲自接的。大少爷、大小姐，你们听好了，从今往后，魏氏淑敏便不再是你们的母亲了。等魏姑娘离了崔府，你们不可再去滋扰纠缠。你们若是接了圣旨，胆敢违逆，便是抗旨不遵的死罪。公公的话是什么意思啊？什么叫不再是我们的母亲了？赶紧磕头吧，咱家还要回宫复命呢。你要走？你竟然真的求了太后的圣旨要走？你看看他们是你的亲生骨肉，你怎么能这么狠心？就连两个孩子你都能狠心不要，你这女人的心肠难道是石头做的吗？这不就是你想要的吗？你不是嫌我善妒跋扈，容不下你的新颠宠吗？如今我把这正妻位置腾出来，把这偌大的府邸让给你们一家人团聚，你怎么反而不乐意了？父亲，母亲好像打定主意要离开，再多劝说，或许也只会让母亲心烦。爹爹不用担心，
娘亲要是搬出去住，平日里蓝夫妇也常陪着我们读书玩耍，想来我和哥哥也不会孤单。小何，去告诉外面的人，可以进来搬东西了。都进去搬。那对珐琅彩的花霜小心点儿，那是太后娘娘赏的，磕坏了一点，你们可赔不起。还有那边的红木家具，全都搬上车，一样也不准留。咱们姑娘的东西绝不能便宜了外人。你们干什么？犯了天了！光天化日之下，竟然敢在首府府里打劫，全都给我住手！哎呦，这不是董夫子吗？哦，不对，瞧我这记性，刚才圣旨都下了，现在该改口叫董姨娘了。你叫我什么？这些东西全都是崔府的宫中财物，你们擅自搬动，这是要做什么？董姨娘，你耳朵若是背了，我不妨再提醒你一遍。我家姑娘和崔大人是奉太后旨意和离，圣旨上写的清清楚楚，聘礼嫁妆，依礼清点交割。这院子里的一草一木一砖一瓦，全都是当年我们魏家带来的陪嫁。如今姑娘走了，这些东西还有我们这些陪嫁的人，自然也要干干净净的跟姑娘离开。怎么，董姨娘莫不是以为占着别人的窝久了，就真把别人的东西当成自己的了？就算和离，你们竟然真的把所有东西都搬走，连个杯子都不留！留什么留？留给你们沾染晦气吗？不仅是这些物件，所有陪嫁来的数十个奴仆、卖身契全在姑娘手里，今天也都得跟着走。兄长，娘亲把人都带走了，以后谁给我梳头，谁给我做点心？有什么了不起的？不过就是几个下人罢了，走了就走了。咱们崔家可是首府门第，有的是钱，明日再买就是了。可是我们现在连口热茶都喝不上了。你们走着瞧，离了崔府，我看他一个弃妇能落得什么好下场。这就不劳董姨娘费心了，您还是先想想今晚谁给你们烧火做饭吧。都愣着干什么？手脚麻利点，装车！淑敏，你真的要走得这么绝？这7年你操持家务，我自问待你不薄，难道你就一点留恋都没有吗？崔大人，留恋什么？留恋你背着我养外室，将我的付出视若草芥，还是留恋你纵容那个外室离间我的亲生骨肉？这7年的泥潭，我今日终于爬出来了，我只会庆幸，何来留恋？父亲，母亲心意已定，强求无用。府里有您，蓝夫子也会照料我们，我们能好好过日子。走吧。妹妹，你受苦了。这天杀的崔用竟然敢这么作践你！这天杀的崔用竟然敢这么作践你！嫂嫂，您怎么来了？快坐。小何，上好茶。你出了这么大的事，我怎么能不来？你兄长气得整夜睡不着，今天天没亮就让我来将你接回国公府。你兄长说了，万事有他为你撑腰，绝不能让你一个人在外面受委屈。嫂嫂替我谢谢兄长，不过我不打算回国公府。不回去？你一个和离的女子，单独住在外面，指不准外面那些人要怎么嚼舌根呢？国公府才是你的底气啊！嫂嫂，你看我这宅子比崔府如何？这宅子自是极好的，我听说这可是前朝王爷的别院，可不必了，嫂嫂，我在这里住得很好，我手中有银钱，身边有人服侍，无人给我弃受，也无需看人脸色。
我实在自在极了。回了国公府，反而还要受那些繁文缛节的约束。你向来是个有主意的，既然你觉得好，嫂嫂也不勉强。只是，你兄长特意嘱咐我问你，你和崔崇可真的断了？嫂嫂这是何意？你兄长的意思，当年是我们魏家出钱出力把他扶上首辅之位，如今你们既然和离，魏家今后就要对他放手了。当年是我们魏家出钱出力把他扶上首辅之位，如今你们既然和离，魏家今后就要对他放手了。内阁争权夺势，波诡曲谲，没了魏家在背后的庇护打点，崔树会有什么下场？你想必清楚。你兄长是怕你心里还有他，将来下不去手。朝堂上的事，让兄长自行定夺便是。崔叔的死活与我再无半分干系。总之，我和他是断得干干净净的。东家姑娘，打扰了。这几位掌柜听说咱们金银铺要去找董兰姨收账，特意将自家的赊账本子也都带来了。魏姑娘，那董兰姨这3年在我们庄子上定做了数百套云锦成衣，光是上个月就订了10套极品狐狸毛披风，都说是记在您的账上。还有我们店里的红宝中头面、极品翡翠镯子，甚至还有给崔家大小姐打的纯金长命锁，她也是眼都不花就拿走了。还有我们店前朝的汝窑花瓶，董夫子说是要摆在崔大人的书房里，说是您准了的，直接差人来搬。小何，算算，姑娘，这7、8家的账本加起来，这3年里，董兰溪竟然花出了超出1万两白银。好一个清高的女夫子！崔大人为官清廉，死要面子，按月只拿着朝廷核定的那点微薄俸禄，这1万多两的真金白银，我看他拿什么还？那东家的意思是，这笔烂账咱们该怎么讨？既然我已经搬出崔府，与崔素奉旨和离了，这账自然不能再记在我魏淑敏的名下。各位掌柜，你们做生意也不容易，欠债还钱，天经地义。是魏国的。你们现在就带齐人马，带上家丁，拿着账本，大张旗鼓的上门收账，就去找董兰提、找首辅崔大臣要。记住，不给钱便不走人，闹得越大越好。明白了，东家放心，这讨债的活我们兄弟几个最是在行，今天非把首府大门给踩平了不可。姑娘，这一波下去，崔慎和那个董姨娘的脸，怕是要被摁在地上摩擦了。好戏才刚刚开始，他们欠我的，我要一点一点，连本带利的讨回来。淑敏，你可算来了，我还怕你不肯赏光呢。侯府设宴，淑敏怎敢不来凑凑热闹？侯夫人这满园的奇花异草，当真是让人大开眼界。是什么呀？你们听说了吗？首府崔家前几日可是闹出了天大的笑话，竟然被人堵在门口要账。什么？首府府顶被讨债？快仔细说说。听说几位金银铺子的掌柜联合找上了崔府，堵着大门，开口就要那个董兰姨还钱。挥霍的时候不手软，出了事倒躲起来了。就是不要。崔宋散朝回来，外面聚集了一大圈看热闹的百姓，崔胜脸都绿了，最后只能改刀从角门灰溜溜的钻进崔府。他替那董事销了账，1万多两的现银啊！1万多两，崔大人那点微薄俸禄，怕是底裤都要赔进去了吧？崔大人逼着那董事将从前3年收的束优全拿了出来，又掏空了崔府家底，才勉强把人打发走。从前董兰溪都吸你的血，崔宋倒是没什么感觉，如今换成他了，该叫他心疼心疼。我不过是将我的账要回来罢了，这原本就是他们欠我的，1分1毫我都不会少算。要得好，敏敏绝不能便宜了那对狗男女，就是忘恩负义的薄幸郎就该受点报应。真当魏国公府的嫡女是好欺负的吗？瞧，那谁也来了。看来崔松还真将他立为妾室了，竟然敢带着孩子来镇北侯府赴宴，谁给他的脸？陛下说入府都3年了，如何还跪得起来？最后不还是只落了个普通妾室的名分？连我们府上那些能出门应酬的妾室都不屑与他为伍。
裙子花色我不喜欢，重做。娘亲，崔小姑娘，请自重，你我如今已无关系，不可如此称呼。娘亲，你怎么这些日子都不回来看我？你知不知道我过得好惨？蓝夫子还和我说你心狠，把家里的钱全都拿走了。我走的时候是将属于我的东西带走了，但我给你留了属于你的那份嫁妆的。蓝夫子说家里没钱了，他把我的钱都收走了，说是先贴补家用。娘亲，我连一件新裙子都做不起了，你能不能先给我点银子？不能。娘亲，可我是你的亲生女儿啊！你怎么能看着我穿成这样被人笑话？你明明有那么多钱。宝儿，我若是今日心闪借了你一回，便必定有第二回、第三回。从今往后，你的好蓝夫子就会舒舒服服地躺在家里，指使着你来找我要钱养活他们全家。你当我是什么崔家的钱庄吗？你说说，是不是他让你来要钱的？是不是他告诉你，只要你哭2声，喊几句娘，我就会乖乖把银子掏出来给你们挥霍？可是，我也真的是想娘亲了呀。宝儿，太后的和离圣旨下达之日，你也是接过圣旨的。从那一刻起，我已经不是你的娘亲了。母亲，宝儿心心念念盼一身新裙子。淑敏，别理这些不懂规矩的人，我正好有些私事要与你商量，借一步说话。兄长，娘亲是不是真的不要我们了？淑敏，你今日赴宴可注意到一件事？镇北侯夫人今日可是有意无意的一直在暗中盯着你看呢。嫂嫂，大概都是想看看我这个刚请了太后懿旨，将当朝首辅休了的女人，会不会暗自抹眼泪的笑话吧。哎呀，别人看你是看笑话，可镇北侯夫人看你，那眼神里全是赞赏和盘算。镇北侯的幼弟徐怀热至今还未娶亲，那人品相貌在京城世家公子中绝对是顶尖的。如今他出了孝期，镇北侯夫人这一连几个月给你下帖子，其实就是在暗中考察你。考察我？是啊，看你对崔家那2个孩子是不是真的能断得干净。今日你这般果决，镇北侯夫人定是十分满意的。不了，嫂嫂，替我回绝了侯夫人的一番好意吧。为何？这可是打着灯笼都难找的好亲事。我不愿二嫁，我好不容易才从崔家那个泥潭里挣扎出来，手握私产，有钱有闲，不用看婆母脸色，不用伺候虚伪的夫君，我为何要再跳进另一个大宅门里去给自己套上枷锁？淑敏，你这说的是什么赌气的话？女人家总归是要有个归宿，总是要再嫁的。嫂嫂，从前我也以为女子唯有仰仗夫君才能活得体面，可7年搓磨，我算是看明白了，指望男人，不如指望自己手里的银子。我的归宿，我自己来建。淑敏啊，我那幼弟怀债，如今出了孝期，他虽养在佛前，但人品相貌那是顶好的。不知你……夫人美意，淑敏心领了。只是我刚和离不久，实在不愿二嫁。再说也太快了。你家世显赫，自己又有本事，慢慢挑也是自然。瞧瞧，那就是那个借着教导子女名义入府的蓝法子。听说他还偷赊前头正实嫁妆铺子的账，真是恬不知耻。可不是嘛，连能出门应酬的妾谢都不屑与他文武，他怎么有脸来镇北侯府的宴席？真是脏了咱们的眼。姐姐，真巧啊，在此瞥见了。让开！谁是你姐姐？别在这儿攀亲道故，脏了我家夫人的路。七哥哥，外头风大，咱们也该回家了。别碰我！七哥哥，你
老爷，您可算来了，七哥儿他……魏淑敏，你给我站住！魏淑敏，你到底想干什么？这才和离了几日，你就这么急不可耐的要嫁人？你就这么想攀上镇北侯府的高枝？魏淑敏，你到底想干什么？这才和离了几日，你就这么急不可耐的要嫁人？你就这么想攀上镇北侯府的高枝？崔大人，请您自重，我家夫人与你已经没有任何关系了。崔兄，男婚女嫁各不相干，这是太后娘娘亲笔下的圣旨。你别拿太害压我，你是我崔兄的结发妻子。你以为他们镇北侯府是真的看上你了？他们不过是看中你国公府的背景。我再重申一遍，我魏淑敏如今是自由之身，我要嫁谁，与谁交好，轮不到你一个前夫来指手画脚。崔寿，你今日在大庭广众之下百般纠缠我，口口声声质疑我的去向，你是要抗旨吗？你不能走！崔叔，放手！大庭广众拉拉扯扯，你堂堂首府连体面都不要了吗？魏淑敏，你是不是忘了你自己是个什么状况？你以为镇北侯府是真的想娶你进门吗？你当初为了生契哥和宝儿，伤了根本。一个不能生养的女人，除了我崔宋愿意包容你，你还能嫁给谁？你绝了嫁人的心吧！这就是我全心全意扶持了7年，在鬼门关走一遭生儿育女的丈夫，如今这竟成了他当众羞辱我的武器。崔叔，你说这种话你还是人吗？魏淑敏，我知道你在气头上，可是你绝了嫁人的心吧？你跟我回家，我们重新来过好不好？你走了以后，契哥连饭也吃不下，宝儿更是每晚都哭着找娘。我也，这个家不能没有你啊！崔慎，我17岁嫁你为妇，为你操持内宅，生儿育女，我拿我的嫁妆为你铺路，哪怕没有功劳，亦有苦劳。你3年有进了内阁，3年前便使了手段，将董兰仪养做外室。做了外室，你油钱不够，还要弄进府里与我朝夕相对。做了外室，你油钱不够，还要弄进府里与我朝夕相对，甚至让他蛊惑我的亲生骨肉。你不说将我视为结发妻，你又把我当人看吗？你知道了。你当别人都傻吗？夫人，感谢您这段时日的错爱，淑敏心领了。各位夫人，淑敏在此宣告，我已办齐手续，自立门户，从此以后，我魏淑敏终生不嫁，不依附任何人。往后我魏府开府设宴，还请各位赏脸。淑敏，不要！你不能自立门户！你回来！拦住他！莫要惊扰了魏夫人。你要自立门户，你竟然宁愿自立门户，也不愿再看我一眼。我说我和你嫂嫂也没得罪过你，你怎么就躲在这里不回家呢？我说我和你嫂嫂也没得罪过你，你怎么就躲在这里不回家呢？原来是这个打算。你一个女子，在这外面抛头露面，也不怕京城里那些碎嘴的人议论。兄长，那些人的议论我何曾放在眼里过？在崔家这7年，我谨小慎微，恪守妇道，换来的又是什么？我不想再嫁一次，再换一个男人服侍。女子自立门户固然艰难，但我能做的事也多了，不用再看任何人的脸色。我的妹妹自然有这等魄力。既然你不是心血来潮，那便放手去做。国公府永远是你的后盾，只要有大哥在，这京城里谁也别想看你的笑话。多谢兄长成全。臣女叩谢太后隆恩，太后千岁千岁千千岁。
夫人，咱们终于有自己的府邸了，再也不用受那些气了。是啊，从今往后，这就是我们的家，有我们自己做主的家。镇北侯府送白玉如意一对，长平伯府送珊瑚树一株。走吧，我们过去。今日是母亲的好日子，我们诚心前来道贺，好好同她赔个不是。母亲，我们兄妹二人特意前来向您道贺。崔公子、崔小姐，今日是我们魏府的大喜日子，贵客众多，还请莫要在此阻挡了别人进府的道。娘亲，我跑了好几家当铺和金匠铺，请人把它修好了。对不起，以前都是我不懂事，伤了您的心，您原谅我好不好？世间再好的宝物，碎了也就不值钱了，破镜无法重圆，玉碎又怎能复原？娘亲，从前是我糊涂，辜负了您的心意，我真的知错了。这段日子我时常想起您，越想越后悔当初不该听信旁人的话与您置气。我没有别的奢求，容我跟您说一句对不起。那是崔家的一双儿女吧？瞧着如今境况大不如前了，想来也是年少不懂事，当初偏信旁人，疏远了亲生母亲，如今心里难免懊悔。自您离开之后，我才慢慢懂了，往日里您处处惦记我，这份心意有多难得。别再落泪了，旁人都在看着呢。魏夫人，从前是我们兄妹二人年幼糊涂，诸多失礼，今日特意前来道歉。今日是您的好日子，我们别无他求，只是想入府略作停留，向您道一声恭喜。既然来了，远来是客，搬2个等子来，让他们在这儿坐下。夫人，按您的吩咐，已经去崔府将崔大人喊来了。崔大人，2个孩子独自出门来到我府前，身边无人照护，万一出什么状况，终究是你的难处。你们出门怎么不告诉我？这么多外人看着，太失礼了。我们没有故意捣乱，我们只是想娘亲了。淑敏，魏淑敏，从前人人都说我高攀，说我一个寒门学子配不上你这金枝玉叶，我这心里就像扎了根毒刺，我就想要越过你家，想要证明我自己，我想要所有人看看，我崔宋不是靠女人的软饭男。我被虚荣蒙了心，疯了才会去招惹董兰溪，把你逼走。淑敏，我知错了，真的知错了，没有你，崔家什么都不是。求求你，看在7年夫妻的情分上，看在孩子们的份上，原谅我这一回吧。母亲，救救我们吧！你的心肺早就烂透了，我不稀罕看。崔大人，好自为之。夫人，您尝尝这燕窝。自从咱们自立门户，重新整了商铺的掌柜们，这几个月的流水简直是翻着跟头往上涨。咱们铺子的利润比以前在崔府时还要高出30%呢。没有了那些填不满的窟窿，银子自然就留住了。东家，您吩咐我去京城各大当铺走动，只要是崔家或者董兰溪名下拿去死当的东西，统统赎回来。这不，
今天我又扫荡了一圈，打开看看，全都在这儿了。夫人，这不是您当初特意留给大少爷和二小姐的东西吗？他们的私产怎么全被当了？我早就知道，他们根本护不住自己的东西。董兰一那种贪婪无度的人，怎么可能放过这些肥肉？东家您是不知道，那当铺老板都笑掉大牙了，说崔府的下人去当东西时鬼鬼祟祟的，偌大一个首府府邸，现银早就被那个董贵妾一笔掏空了。如今要维持着首府家眷的架子，已经快把他压垮了。看来董兰一也是当无可当了，活该！听说咱们带走了大半的仆人后，崔府不仅没钱再往里买人，反而再三开减人员用宿和一日3餐的例菜。现在整个崔府乌烟瘴气，听说崔家那对兄妹天天因为月钱的事儿和董兰一吵得面红耳赤呢。那是他们自己选的好娘亲，把这些东西都登记造册，锁进库房里去吧。既然进了当铺，那就是无主之物，我用真金白银买回来，就与他们崔家再无半点瓜葛。是，东家英明，属下这就去办。夫人，您尝尝这茶。奴婢刚才去前街采买，听到了不少京城各府里的闲话，全都是关于崔家的。哦，又闹出什么笑话了？哦，又闹出什么笑话了？这几日大家也都默契着，不给崔府下帖子了，怕他出门打秋风呢。董兰姨爱慕虚荣，如今没钱装点门面，自然是遭人嫌弃。不过我也给他长嫂送了话，让他派人留意着董兰姨那边，别让他被逼急了，惹出什么大祸事来。夫人，您还管他们干什么？不是管他，我是怕他牵连无辜。行了，备车吧，我要去一趟远郊的云起书院。山长，我今日来是想捐赠一笔重金，用于修缮书院屋舍，并承担学子们今年的束申与笔墨纸砚的费用。魏夫人高义，老朽带云起书院上百名寒门师子给您磕头了。山长且慢，我有一个条件，云起书院从此以后必须开创招收女学生的先例。夫人胸襟，令男儿汗颜，老朽必定遵从。多谢魏夫人恩典。小姐，您看，那里怎么躺着人？还活着，像是饿晕了。在下云起书院学子王坚，多谢夫人施恩书院。夫人，这可怎么办？要不要报官？既然是云起书院的世子，又有缘倒在我家门前，便不能见死不救。叫2个家丁来，把他抬进前院客房，找大夫来看看。是。夫人心善，这书生算是遇到贵人了。嫂嫂今日怎么有空过来？看您神色匆匆，可是国公府出了什么事？国公府没事，是你那个前夫崔顺，他出大事了。崔顺，他又是被严彬弹劾宠妾灭妻了，还是因为穷得揭不开锅去借印子钱了？要是借印子钱就好了。是董兰一背地里瞒着崔顺，居然敢私下收受外地官员的巨额贿赂。什么？他疯了吗？崔顺乃是当朝首辅，他一个贵妾竟敢把手伸向官场，要不说他小聪明多呢，旁人哪敢想出这等法子？他仗着自己管理中费，四处接见那些想走门路的官员家眷，收了成千上万两的案钱，却从不替人办事，也不让崔顺知道半点风声。收了钱不办事，他以为这官场是他过家家的地方吗？可不是嘛！起初那些官员忌惮崔顺的权势，不敢告发。要不是遇到个家财犯禁，为了买官走投无路的人，估计这事儿到现在还不会被吐出来。多谢嫂嫂，若不是嫂嫂肯留意着他，提前派人刺破这事，恐怕他还要酿成祸及全家的大罪了。你这孩子，快起来，跟我还生分什么？你这人啊，嘴硬心软。虽然你口口声声说不管崔家了，但总归你还是看顾那2个孩子的，不想眼睁睁看着他们被董兰以害死，陪着一起掉脑袋。崔气和崔宝儿既然选了她当娘，是死是活，我是下定决心不会再沾手了。但只要我在这京城一天，我就绝不会冷眼看着董兰义拿着我曾经打下的基业，把所有人拖入万劫不复的深渊。他想找死，我成全他。你们
你们干什么？这里可是当朝首府的府邸，你们敢擅闯？御林军奉旨抄家，送！崔大人，你这位好贵妾背地里收受了外地官员整整3万两白银的巨额贿赂，证据确凿，带走！老爷救我！我都是为了这个家。3万两，瞒着我收了3万两暗钱，你毁了我一生的清誉，你毁了我的仕途，我要休了你！我崔家没有你这样的人。夫人，大快人心，真是大快人心啊！怎么了？喘匀了气再说。崔府被御林军抄了，董兰义被抓去了大理寺，判了廷杖20，打得那是皮开肉绽，连连惨叫。听说送回崔府的时候就剩一口气了，没过几天就被崔宋像扔破麻袋一样赶出了府。崔宋呢？他堂堂首辅，家里出了这么大的贪腐案，皇上能饶了他？陛下看在他却不知情的分上，没有治他的重罪，只降了他的品级，停了半年俸禄，令他退出内阁。退出内阁，降职停俸。对于崔树那种极度虚伪，把权力面子看得比命还重的人来说，这比杀了他还要让他痛苦。这就是他为了那个女人付出的代价。那董兰姨死了，他被休出府后，竟然一不做二不休，把崔府最后一点银钱全卷跑了。结果在外头逃了半年，钱挥霍光了，被官府捉拿归案，死在牢里了。是啊，听说他在牢里日夜哭喊，跟疯了一样，死的时候都没人收尸，被官差用一卷破草席裹了，直接扔去了乱葬岗。淑敏，你这日子过得倒是清静。听说那崔叔现在连6品官员的女儿都娶不上了，门第是一落千丈，如今媒婆正满京城给他寻摸商户的姑娘呢。他守着清贵门槛，没有钱也没用，他该谢谢那商户姑娘搭救他于水火之中。嫂嫂今日来，不是专门为了说他的笑话吧？当然不是，你兄长给我下了严令，你都自立门户了，要我必须让你找人入赘。你到底怎么打算的？那前院住着的王介，我看着气度就不凡。你若是无意，我可要把他赶出去了。嫂嫂莫急，此事我自有决断。王公子，这半年来你暂住府上，也帮我打理了不少书院的事。如今我兄嫂逼得紧，非要我找人入赘。你若不嫌弃，我们签个假婚书，也算应付了他们。待你高中，我自会还你自由，绝不连累你的仕途。承蒙夫人不弃，王介心甘情愿入赘，绝非敷衍，更无需退路。魏夫人，您可听说了崔家最近的闹剧？那崔首府，哦不，现在该叫崔大人了。他新娶的那位商户女夫人可是出大事了。哦，崔家又怎么了？听说那位崔夫人正怀着身孕呢，结果被崔宝儿失手给推了一把，当场就见了红，胎没保住。哎呦，真是造孽呀！那崔夫人我也见过，虽说出身商户，但是个和气脾性，做事也周到。可不是，偏偏这崔大姑娘性子高傲得很，成日里把她那太后外侄孙女的身份挂在嘴边，从来不肯给这位继母半分颜面。这崔大姑娘毕竟也是夫人您10月怀胎生下的，您看这事儿闹的，现在崔夫人被她娘家人上门带走了，很快就和崔总和离了。听说崔宝儿也被崔顺狠狠打了一耳光，关进了院子，扬言不准她再踏出房门半步。崔顺的名声算是彻底臭了，恐怕以后再也求娶不上清白人家的女儿了。诸位夫人说笑了，我与崔胜早已经和离，恩断义绝。至于他家的2个孩子，更是与我毫不相干。他们是好是歹，自有崔家教养，旁人的家事，我不便知会。魏夫人，不，母亲。崔公子，莫要叫错了称呼。崔公子，
莫要叫错了称呼。你来此有何贵干？魏夫人，我也想进云启书院读书。我听说您资助的士子里，今年有2个中了3甲进士。如今云启书院名额千金难求，我也想去。你要求学，这些事理应是你父亲崔大人为你操持，怎会求到我这儿来？父亲说，学问在于自身，不必破费。家里如今也拿不出那么多银钱去疏通关系。这倒是不假。从前你不是也常常对我说，金银不过是沾染着铜臭的身外之物吗？你父亲的想法与你倒是不谋而合了。我知道错了，我真的知道错了。我从前只见父亲安得劳形，以为他便是家里的顶梁柱，如今才知，只有母亲您才是家里真正的倚仗。母亲，求求您帮帮我。天色晚了，崔公子，请回吧。母亲，书院的事儿便算了，这是我和宝儿亲手做的糕点，是我们特意为您做的，求您尝尝。小何，接下吧。夫人，他打的算盘倒是精，一盒破糕点就想换一个前程。这文章我明日会让人掺在寻常学子的文章里送进书院，若是他有真才实学，书院自会收他；若是朽木不可雕，那便是他的命。我能做的不过是留一次公平的机会，从此以后，我与他两不相欠。如何？这糕点的味道可爱合心意？从前在崔家时，这兄妹俩嫌我沾染铜秽，连口茶都不愿给我倒。我那时倒是很想吃他们亲手做的东西，如今吃到了，却觉得也不过尔尔。既然不喜欢，那便不吃了。来人，快备马，连夜去请大夫！恭喜夫人，贺喜夫人，您这是有喜了。大夫，您可好准了。从前的大夫都说我身子亏损，极难受孕。夫人的身子受孕确实难了些，但这位郎君肾气充盈，固本培元，这几年下来，将夫人的身子滋养得极好，这脉象华丽如珠，绝不会错。夫人，我是想一辈子和你过下去的，但事到如今，有一件事我不能再瞒你，我必须向你坦白。你说。其实我本名徐怀奇，是镇北侯府失踪的小儿子。当初那桩议亲，本是我的心意。我得知你终生不嫁，只好亲自下山，化名来到你身边。夫人，你气我瞒你吗？傻瓜，你那身通身的气度，哪里是个落魄书生？我早就知道你的身份了。只要你对我真心，你是什么身份，又有何妨？怀姐，你既然已经回来了，舒敏也有了身孕，不如就顺理成章的搬回侯府来住。你兄长已经为你安排好了官职，你何必还非要去魏府做那个什么赘婿？母亲，儿子信奉佛学，不拘世俗。当年儿子下山，便是为了舒敏而去。他既然立了女户，我便当随他。至于孩子，咱们也定下了规矩，两头上谱便可。这侯府的荣华富贵，儿子并不眷恋。今日在侯府，母亲的话，你可生气了？我不生气，我只是有些心疼你。徐公子，你堂堂侯府公子，大长公主的嫡亲血脉，却要委屈自己在我这魏府入赘，受尽外人白眼，你图什么呢？人要是心里委屈，哪怕是山珍海味哄着他，只会越来越委屈。可我心里真的一点都不觉得委屈。青灯古佛，晨昏相求，都不如与你夫妻相守。徐公子不介意入赘委屈，魏夫人自然也不介意我出身高贵，咱们这叫双向奔赴。
魏夫人安好，郡主安好。听闻你父亲为你定亲了，你当初留在府里的一些旧物，我让人替你赎了回来，这别当是我们之间最后的一点情分了。娘亲，那个姐姐为何要哭啊？因为她要嫁人了，嫁去一个很远很苦的地方，所以才会伤心。可算散了。近来吏部擢贬官员，先知京官与地方官员轮换，听说崔总又要被贬去穷山恶水的地方了。让他走远些吧。走吧。